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赛季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个软件，叫 Alist。Alist 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软件，它可以挂载非常多的云盘我们常见的云盘呢都是支持的，而且呢是可以转化成 WebDAV 的。所以我已经把它移植到了 QCharts 社区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吧。这里是我安装好的 Alist，我挂载了两个，一个是我的阿里云，一个是我的百度。我们点开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网页上面，然后就进行操作，也可以直接下载。就比如说这个 Alist，它可以这样。这是我一个压缩包，如果在阿里云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去共享这个 7zip 这个格式的，但是我们在这个 Alist 就可以这样直接下载。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地址，这样这个地址直接发送到给我们的好友。就可以，他们就可以直接下载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它还支持百度，可以看到百度也是正常使用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官方文档，它的文档这边添加账号就是添加这些云盘挂载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到它支持非常多的这个云盘，我们常用的它都支持了。然后呢，它也给出了一些这些教程，这些云盘应该怎么使用，怎么来挂载。同时呢，它也是支持 WebDAV 的。然后它这边也有个表格，就是这些云盘对我们的这个 WebDAV 支持度是怎么样的。可以看到，我们大部分呢其实都是非常完美的支持的。有一些它可能像这个蓝昼云，这 Alist 它自己挂载自己的是不行的，大部分的云盘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安装。其实这个应用我们移植到社区已经很久了，我们直接搜 Alist 就可以。移植到社区之后呢，安装就是比较方便了，基本上是没需要改动的地方，一路默认就可以。这边全都不需要改。然后讲到这里呢，因为它是支持这个本地储存的，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的本地也挂载上，然后通过 WebDAV 访问也好，或者是通过我们这个网页也好。所以呢，这里涉及到，如果你要挂载本地的话，我们这里这个储存这里我们就可以挂载一下，选择这个 Host Path， 然后这里挂载你想要本地的地方，然后这里呢挂载点我们随便，这样就可以挂载了。它当然你不只是可以挂载一个，你可以挂载很多本地的，但这个应用主要是用来挂载云盘的嘛。然后接下来就全部都是默认就可以了，保存就行了。然后安装好之后呢，这个 Alist 它会自己生成一个密码，然后这个密码是随机的，所以我们要获取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文档，点到这边安装，点到这个使用 Docker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只需要执行后面这一段就行了。前面这个 Docker exec 什么，这个是进入这个容器的命令，我们是不需要的，我们只要复制这一串，然后来到我们的应用，然后这边点击这个命令行，然后选择，然后按 Shift 加 Insert， 然后回车就可以了。然后回车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密码，然后我们给它复制下来。我这里就不复制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Alist， 然后登录上。登录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后端这里设置你的密码，设置你的账号密码。然后我们来到账号这里添加，添加这些网盘，我就不仔细说了，因为它的这个教程讲的都是非常详细的，甚至都有一些直接可以帮我们获取这个 token， 只要点上这个什么 get token 就可以获取。还有百度的，直接点这个刷新令牌就可以获取，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后讲一下本地挂载吧。我们这里选到这个本地，然后虚拟路径呢就随便填一个，叫 apps 也行，随便你。然后这边根目录的路径，这里呢就要填我们挂载的那个路径了。我刚刚挂载是 apps， 就杠 apps， 然后保存就可以了。但我这没有真的挂载，所以我这里就
不进行这个保存的操作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如何的备份，就是把我们的 NAS 的数据备份到我们的这个云盘上面。之前呢，我是使用的一个别的软件，社区的那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之前出过用阿里云备份的那个阿里云盘挂载然后备份的。我当时呢是用的是这个软件，这个软件呢，我发现它现在有一点 bug 了，就是我测试下来，就是你备份的时候，它就会崩掉，卡住，就崩溃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不使用这个，我们使用一个更加好用的，我们本地自带的，也就是这个数据保护。其实我们 NAS 里面自带了一个云备份的这个同步的这个功能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自带的这个备份呢，它是支持的也比较多，和我们的那个软件差不多的，而且呢，它是比较稳定，至少我使用下来没有发现崩溃的情况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用它来测试一下。我们点击添加，描述呢就是它的名字，随便你，最好是用英文。我这里就 test。备份呢方向就是推送，然后模式是复制，你也可以是同步。我一般备份都是复制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里我们选一下我们需要备份的文件夹，就随便选吧。假如就是这个 apps， 然后这里是你的计划，你可以每天还是每周。其实呢，它是可以自定义的，它自定义也是非常的方便。比如说我们一般像我来说，我会这样，比如说像每2天的话，我们先选到这个预设每日，然后这个 day 呢，我就会这样，就是每2天，就是星杠2，就是每2天的意思。或者是比如说你想每天，但是你想什么时间？比如说你想下午13点，这边就输13就可以了。甚至呢，你可以比如说你这边选每周，你比如说你一周想2天备份，具体哪2天呢？我们可以在下面选周日啊、周三、周六，也就是每3天备份一次。然后每3天的具体某一个时间，我们也可以设置13点，都是可以的。好了，这个我就不仔细操作了，我们直接就每日好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凭据就是我们要添加我们的账号，我们直接点这个 add， 新建一个名称，我这里就随便写一下。然后这个提供者我们往下找到这个 webdev， 认证方式，这个网络地址呢，我们就需要看一下了。因为我这里是使用的这个 Ingress， 因为我刚刚安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使用 Ingress。你这里呢应该是一个 IP 地址，然后冒号端口号的这个形式。其实你只要在你的地址栏上面复制粘贴就可以了。但是复制完粘贴之后呢，我们需要变更一下，它是这个 HTTP 开头，然后冒号端口号结尾，然后我们加个杠，输入 DAV。这个呢是 Alist 它自己的一个路径，也就是说它的 web 都是必须是这个路径的。然后这个服务我们选择其他，然后用户名填你的用户名，密码填你的密码，然后我们点这个验证，可以看到这个凭据有效，然后我们关闭保存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有个文件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挂载的云盘了。可以看到我挂载了2个，你可以选择你保存到你的某个云盘的具体哪个文件夹。然后呢，因为是备份到云盘上面，我们肯定是要加密的。我们点到这个远程加密，然后呢，它是有2种加密方式，一种是加密密码，就是我们正常的设置一个密码，尽量保持你密码的复杂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，它这个翻译叫加密言，其实就是密码短语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个单词组成的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密码管理器生成一下。那比如这个密码短语就是这个，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一个短语，这样是可以的。你这个2个只要填1个就可以了，
但你2个都填应该也可以，随便填其中之一就行，然后保存就可以了。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已经做好的这个，我的是每周备份一次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备份之后上传到我们的这个云盘上的样子是什么。我这是用了那个密码加密的，我们点上这个，我备份在这个 backup 里边。你可以看到呢，它进来的这个文件啊，它是一种就是随机生成的类似的这种字符的文件夹，让我们打开。我们直接打开到最后，看看它的文件到底是什么。也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一个小文件，它也没有后缀，它应该是个加密文件，就随机的一幅字符串，那个文件名，然后也是没有后缀的。用这个备份加密之后，大家是不用担心会被破解啊什么的，应该是不太可能的。但有兴趣的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着。看它是否能够破解，它到底是如何来实现这个加密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一键三连，这对我很重要，非常感谢。